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张凌赫追国色芳华引争议，白鹿成焦点，真相揭秘。张凌赫最近在微博之夜的一段采访，真是让整个娱乐圈炸开了锅。他说自己正在追杨紫主演的《国色芳华》，还表示特别想和实力派演员合作。乍一听，这不挺正常的吗？人家喜欢看啥剧，欣赏哪位演员，属于个人自由吧。但没想到，就因为这句话，他被网友骂得够呛。不少人觉得他这是赤裸裸的背刺啊，怎么回事呢？要知道，《白月繁星》和《国色芳华》这两部电视剧正好同期播出，而张凌赫可是前者的男主角之一。换句话说，他这一表态就等于公开站队竞争对手。这下好了，网上开始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，有粉丝愤怒地指责他忘恩负义，还有人直接给他贴上了没情商的标签。当然，也有不少理智派认为，人家只是单纯聊个兴趣爱好而已，用得着这么上纲上线吗？更扎心的是，这事儿不仅仅是针对张凌赫，还连累到了女主白鹿。在微博之夜当天，她孤零零一个人走红毯，因为搭档敖瑞鹏咖位不足，两人都没有以剧组形式亮相。再加上现场宣传资源分配差强人意，她台上的发言时间短得可怜，又传出座次临时调整，好像特意冷落她似的。一来二去，一些粉丝越看越气，为偶像抱屈，凭什么我们鹿姐要受这种委屈？有人甚至喊出了大型全网卖惨现场的口号。就在大家闹腾得欢的时候，于正也凑热闹来了。他发了一篇长文，说自己看着旗下艺人的这些遭遇真的很心疼，还隐晦地点出了某些不公平待遇。但话又说回来，于老师的话能信几成？有网友翻译他的小作文，意思就是一边甩锅给粉丝，让他们自我反省，另一边暗搓搓博同情，把舆论往白鹿身上引。不信你看，全网心疼白鹿的话题立马登顶热搜，白月繁星的数据也跟着一路飙升。这波操作可谓是一箭双雕。不过不得不承认，娱乐圈里明星之间的资源差距确实存在。比如，同样是90后小花旦，杨紫早就稳坐一线女演员的宝座，无论演技还是商业价值，都已经得到市场认可，所以她的新剧自然会获得更多官方支持。而对白鹿来说，目前她离这个高度还有一定距离，所以能够争取到的资源相对有限。这种现实问题，不服不行。当然啦，关于这件事情到底怎么看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。有些网友感慨，张凌赫是不是太直男了点，不懂避嫌啊？而另一些观众却拍手叫好，说谁规定他说句大实话还需要考虑这么多顾虑呢？毕竟每个人都有权利表达喜好，你非把它解读成职场阴谋，那未免显得过于敏感。此外，有 CP 粉对事件格外伤心，本来磕糖磕得开心，现在倒好，自家哥哥妹妹突然互踩，这戏份变味儿了呀。其实仔细想想，从头到尾最赢麻了的是谁？可能并不是当事双方，而是那些围观吃瓜的人。从初始争议到网络撕扯，再到最后各种分析总结，可以说整件事是一堂生动活泼的大众娱乐课。不管你站在哪一方，都不可否认，在资本操控下，我们看到的不只是明星们光鲜亮丽的一面，更折射出这个行业里的复杂生态。回过头来看，我们普通观众为什么总容易掉进这样的舆论漩涡里？或许部分原因在于，大多数时候，我们只愿相信表面呈现的信息，却忽略其背后的利益链条和游戏规则。当一次次卖惨和内卷成为吸金法宝，当所谓的不公与矛盾被放大炒作，其实受益最大的
是那些掌握流量密码的人。而对于真正处在其中的小人物，他们是否真的如表面那般无助或者委屈，就难以下定论了。所以，不妨留个疑问：下一次面对类似事件时，我们还能不能保持一点清醒，一点耐心，多看看不同角度，多思考几个层面，然后再选择相信什么，不相信什么呢？2. 杨紫白鹿对打，白月泛星哭了。前期数据可观，后期崩得彻底。2025年第一战，杨紫白鹿对打，前有赵露思、虞书欣对打，后有白鹿 PK 杨紫。纵观90后小花的现状，今年开年杨紫和白鹿再次同期上档，摆起擂台。开年大戏，各平台都是卯足了劲儿，拿出手里的好剧，希望可以来个开门红。国色芳华主打的是大女主成长经商剧，从花絮上看，国色的制作确实用心，扎扎实实参考了唐代的诸多资料，服饰妆容都可以找到原型。白夜泛星走的却是相对保险的仙侠古偶。白鹿出道8年，古偶仙侠剧出圈的角色不少，对于古偶类型的作品，白鹿算是到了自己的舒适区，演起来得心应手。退一步来讲，古偶只要抓住年轻人的喜好，男的帅，女的美，该虐就虐，该甜就甜，收视率一般都不会很差。不过，同类型的古偶太多，观众难免会有疲惫感。从这点来说，杨紫的胜算可能会大一些，但实际播出效果怎么样呢？白月泛星播出后，很快就高居热榜，牢牢霸占抖音角色榜在播剧日榜。全网来自白月泛星的推荐也是毫不吝啬，就这个阵势，算不算是妥妥的抓住了观众的心？反观国色芳华，前期的口碑却没有像白月一样快速抓住观众。这部剧以大唐为背景，讲述了作为商贾之女的何为芳经历重重苦难，一路坚韧成长的故事，展示了一个独立、聪慧的女性。但一部戏拍的用心与否，我们还是要看长远的发展。白月泛星播出一段时间后，由于剧情快速，作为女主的白鹿自不必多说。最让人惊喜的是配角的上桌，角色丰满的戴露娃用巨抛脸式演技演活了反派角色，顺带的沉寂一段时间的戴思也跟着小火了一把。国色芳华这边，剧情推进之后，数据开始慢慢上涨，隐隐有爆款之香。最让人感动的是女子之间的互帮互助，舞娘帮助了何为芳，何为芳又救下了命悬一线的舞娘。因为你救下了我，所以我才可以在今日救下了你。这种女子之间的双向救赎，也让身在苦难中的舞娘有了万事胜意的未来。从立意来看，国色每一期都能引发高话题，粉丝口碑反馈也不错，网络上的评分也升到了7.8分，这样的成绩也算是不错的了。而白月热度也没有再次翻身的迹象，网络评分也停留在5.9分，这样的成绩显而易见。不过剧还没有播完，乾坤未定，谁是黑马还不一定呢。那么你最喜欢哪一部呢？来留言区聊聊吧。